如果你能在一个房间里待着，每分钟给你3万块，你能坚持多久？年轻有为的阿俊就经历了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，阿俊也梦想着出人头地。在好友的怂恿下，他借了一笔高利贷，想尝试一次成为股市高手。结果股市高手没成，反倒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本打算靠自己的努力还钱，可一踏入社会就发现自己的无力，发现自己只是上了4年的3流大学，在这个时代没点真本事，想高薪根本就是异想天开。他做过的最赚钱的工作是在100米高楼外悬挂擦窗户，那点钱连债务的利息都不够还。于是阿俊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出路，那就是从这座大桥跳下。就在他准备翻过栏杆的一刻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，短信邀请他参加一个游戏，每条短信还附带100万的转账。瞬间他的账户多了400万。紧接着一辆豪华的加长轿车停在他面前，既然已经决定了再上，自然也就无所畏惧。阿俊毫不犹豫地上了车，车子把他带到了一个剧院。剧院的桌上摆着2000万现金，还有一个红色的信封和8个号码牌。信封里是这次游戏的简介，这个游戏不需要任何技巧和知识，只要待在这里就能赚钱，并提供免费住宿及餐食。奖金会随着时间逐渐累积，直到游戏结束时，如果有参与者意外死亡，游戏将立即终止。当然，如果你选择不参加，可以立刻拿着桌上的2000万现金走人，这笔钱就是对你时间的补偿。本来想大赚一笔的阿俊，看到死亡2字后，立刻决定退出。他觉得坐一次豪华轿车兜一圈再带走2000万已经够好。就在他准备拿钱回家时，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。这条短信是之前借钱给他的朋友发来的，让阿俊意识到，面对自己欠的9亿来说，2000万根本微不足道。拿着这些钱，自己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，可能还得再上天台一次。既然连死都不怕，玩一场游戏又算什么？想通了这点，阿俊转身回到桌前。经过一番纠结，他选择了3号卡片，按照提示进入剧院内。里面的空间更为宽敞，看到一个显示时间的大屏幕，以及标有号码的各个楼层。凭直觉，阿俊觉得自己应该去3楼。果然手中的卡片是开3楼房间的。这是一个封闭的房间，房间里除了一个奇怪的机器，就只有满屋的摄像头。阿俊一边观察房间，那台机器慢慢的打开了，里面放着衣服和鞋子，还有一份详细的规则说明。他需要交出自己的私人物品，穿上指定的服装，机器上的显示器会显示他累计赚取的奖金是多少。旁边的电话可以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，但购物是要花钱的，相应的费用会从他的奖金中扣除。除了房间里的东西，任何东西都不能带出去，包括自己的垃圾和购买的物品。只有在大厅的广场才能使用的物品，只能在那里购买。从午夜12点到早上8点禁止出门，违反规定一次就会被扣除1半的奖金。游戏将在午夜12点准时开始，而此时的阿俊只剩下1分钟来换衣服。他考虑到可能会违规，也不顾摄像头的监视，以最快的速度换下身上的衣服。幸好游戏组织还算良心，给他留下了一条短裤。游戏开始后的第1分钟，阿俊房间里的仪器上显示了3万的数字，而这个数字正以每分钟3万的速度增长。这让阿俊立刻意识到，每待1分钟就能赚3万奖金。这一发现几乎让他高兴得晕过去。他必须算一算自己一天能够赚多少奖金。他开始焦急地计算，直到感觉 CPU 都快跟不上了。阿俊终于算出来了，他在这里一天能赚多少钱？一天能赚4320万。如果能在这里待1个月，就能赚够还债的钱了。正当阿俊幻想着美好生活，突然感到想上厕所。阿俊就想出去找厕所，但是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，突然想起规则里面明确不允许离开房间，一旦出去就会被扣掉1半的奖金。为了奖金，阿俊决定忍一忍。此时房间里实在太冷了，阿俊决定买一条毯子和一个暖手宝。但是当显示屏显示出这2样东西的价格后，阿俊立刻感到头晕。这价格明显不正常，简直是天价。难道是自己说错了吗？阿俊更详细地说明了一遍自己需要的东西，但显示屏上的价格还是没变。他又翻看了一遍规则书，规则书上也没有写明物品的价格。一向节省的阿俊可不愿意吃这种亏，他立刻取消了交易。为了测试这里的物价，阿俊点了一份全国统一价格的报纸。当显示屏跳出价格后，阿俊就清楚了，这里的东西比外面贵100倍。但这对阿俊来说不是问题，他可是个省钱高手。他花最少的钱买了一些废旧报纸和纸箱，用报纸做被子。阿俊就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一觉。等自己醒来，奖金累积到了一个惊人的数目，但那突如其来的尿意让他实在难以忍受。最后阿俊买了一个空瓶子，
等到第二天他醒来时，奖金已经累积到了超过1000万。这一刻，阿俊深刻体会到了时间即金钱这一说法。正当他沉浸在喜悦之中时，外面传来了其他玩家的喊声。走出房间，看到大厅聚集了一些男女，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标有各自的编号，这些编号代表他们的楼层。大家互相打招呼，交流各自的发现。他们都身穿统一的游戏服，但8楼的女人穿的不同，因为她的内衣实在太特别了。他们没有询问彼此的姓名，而是决定用各自的楼层号来称呼对方。8楼的女人头脑清晰，有点疯狂；7楼的是一个聪明又帅气的学霸；6楼的是一个暴力男；5楼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大姐；4楼住着性格有点娇气的妹子；3楼的自然是我们的阿俊；2楼的是一个中性风格的年轻人；1楼则住着一个行动不便的大叔。大家互相认识之后，便开始探索这个地方。这里的一切都是逼真的模型，无论是食物还是泳池里的水。经过一番讨论，大家决定在大厅消费试试，因为房间里的东西实在太贵。随着物品的出现，代表游戏时间的数字减少了2分钟。他们计算了购买物品的价格之后，他们算出外面1分钟的价值相当于2500，这比在房间里买东西便宜很多。因此他们决定在大厅购买一些必需品。最终他们买了8份水桶、卫生纸和垃圾袋，毕竟解决个人卫生问题是最重要的。处理好个人卫生问题后，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。他们感到很奇怪，说明书上明确写着有免费食物提供，但现在还没看到食物的踪影。就在他们感到疑惑的时候，8楼开口了。他告诉大家，他房间里的传送槽不仅出现了食物和水，而且数量充足，达到了12份。听了8楼的话，阿俊立刻意识到，这些食物原本是供大家共享的，但8楼以为每个人的房间都有，所以并没放在心上。6楼的大姐希望8楼能分享食物，但8楼没有回应。这种态度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愤怒。这时7楼发言了，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立刻意识到房间里的传送槽是互相连通的，只要8楼不把食物全部拿出来，传送槽就会把食物送到下一层。为了验证这个理论，大家决定去8楼做一个实验。但当他们到达8楼的房间时，房间里的情景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8楼这个疯子的话真是让人生气，更让人生气的是他的房间非常大，而且他每分钟的奖金增加也远超其他人。8楼每分钟竟能增加32万，这意味着8楼在这里待一整天能拿到将近5亿。问你们这算不算大方？8楼那位运气爆棚的美女，在整个游戏中，她的每分钟奖金都是最高的。当大家都在节衣缩食，她却在豪购高档商品，席梦思便携厕所和零重力浴缸，哗啦一声就买了一大堆。她绝不让自己受一点委屈，甚至连免费的食物和水都是最先送到她的房间。听她讲完经历，大家都快疯了，这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。7楼很快就搞懂了奖金的发放规则，2楼的奖金是1楼的2倍，3楼的奖金则是1楼和2楼的总和，往上每层都是这样递增，房间的面积也是按同样的比例增长。大家一个接一个的查看，越往下空间越小，到了1楼，大家几乎挤不下了。这种不平等很容易破坏原有的友好关系，底层的人不免会有嫉妒，再加上某人的挑拨离间，群里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。不过现在大家也没有精力去争执，大家已经1天多没吃东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吃饭。这时候矛盾又出现了，因为食物只有12份，而且是从上到下分发，如果上面的人多拿了，下面的人就没得吃，这确实是个大问题。最后还是7号想出了一个最公平的分配方法，每人只能拿1份食物，共12份，传到1楼的时候还剩下4份，这样确保每个人都能拿到食物，剩下的食物大家可以一起分享。这个方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，他们终于可以吃饭了。但是当他们吃完饭回到大厅后，原本还有将近30小时的游戏时间，现在却所剩无几。忘记了在新加坡5楼的猜测是正确的，疯批是用公共的游戏时间来换取的。当2楼质问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奖金来买时，疯批的回答震耳欲聋。疯批总是看起来不慌不忙，虽然思维方式与众不同，但他确实非常聪明。就在大家快要爆发的时候，他爆出了一个劲爆的消息，他竟然知道怎样增加游戏时间，连7楼的人都被震惊了。他说增加游戏时间的方法就是爬楼梯。看着游戏时间迅速减少，他们不得不尝试疯批的方法。虽然这方法听起来很荒谬，眼看计时器上的时间越来越少，那些还没赚够钱的人感到越来越绝望。一直到游戏时间结束，游戏时间似乎并没有增加，但突然计时器上真的增加了24小时。疯批说的是对的，大家也不再抱怨他之前浪费的时间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的日常就变成了爬楼梯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游戏时间也在持续增加。
尽管大家都累坏了，想到每多待1分钟，收入就能增加，这让他更加有动力。但很快他面临了新问题，爬楼梯消耗的体力实在太大，大家的食量也在不断增加，原本每天1份的食物很快就不够吃了。在1楼的房间，分享食物的人数也在增加。7楼的聪明人再次发挥作用，他提出了一个轮换计划，这样我们可以一天爬楼1天休息，工作的那一组可以得到额外的1份食物。这个办法果然行得通，在休息日有1份食物也觉得足够，工作日则能吃饱，这才持续了2天。新问题又出现了，因为1楼的大叔腿脚不便，他那一组爬楼换来的时间非常少，这让6楼的暴躁男感到不满。他觉得自己累坏了，爬楼时间却没什么增加，冲突随之而来。幸好还是有好人存在，2楼第一个站了出来，他承担起了1楼的任务，这才让6楼的人闭嘴。当轮到1楼再次工作时，2楼准备再次替代他，这时阿俊站了出来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多承担一些。即便如此，矛盾还是在持续增加。4楼的病娇认为，既然1楼没有工作，那他就没有吃饭的权利，他的食物应该给替他工作的人。4楼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1楼忍着饥饿让阿俊去吃饭。阿俊正准备进去时，2楼开口了，这话让阿俊不知如何是好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为了不再听到大家的抱怨，1楼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决定帮大家处理生活垃圾，所有人的垃圾都可以通过传送槽送到他这里，作为他不能工作的补偿。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。在没有厕所的情况下，他们早已受够了房间里的杂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又遇到了新问题。以前爬楼1天能赚1天，但现在爬楼增加的时间已经非常少，累得半死才能多赚几十分钟。8楼第一个放弃，他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了。阿德查克说是时候休息了，停下来休息，唱歌也没空，一番话语让大家无言以对。确实是这样，拿2楼来说，他们浪费1小时，2楼损失120万，而8楼的损失高达2040万。8楼理所当然的去休息了，剩下的人没那待遇。眼看时间越来越少，所有人都开始爬楼，直到指定的禁闭时间。时间增加的并不多，现在大家都得回自己房间，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5楼的大姐就把所有人喊醒了，因为他们的游戏时间只剩下短短的30分钟了。没时间多想，大家立刻开始了新一轮的爬楼。就在这时，出事了，原来4楼的病娇真的病了，高强度的爬楼引发了她的癫痫。幸好5楼的大姐曾经是护士，在她的带领下，大家把4楼抬到了大厅，只要用游戏时间换1瓶药，就能救回4楼。但当2楼想去买药时，被6楼拦住了。他觉得癫痫不至于致命，让他自己慢慢恢复就好。一旦拿时间去买药，他们的游戏时间可能就没了。但2楼不可能见死不救，冲突就这样爆发了。正当他们吵架时，8楼的笑声传了过来，他们的时间竟然悄悄增加了40分钟。7楼很快意识到，增加时间的关键不是爬楼，而是取悦监控镜头背后的人。如果后台觉得有趣，就会给他们更多的游戏时间。接下来是展示个人才艺的时刻，为了赢取更多时间，他们会展示什么样的才艺呢？女孩为了讨好金主，让他们给予更多的游戏时间，不惜展示身材和撒娇卖萌，各种方式尽显才艺，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最终他成功帮团队赢得了额外的15分钟游戏时间。当他们发现爬楼无法再增加时间后，他们想到了展示才艺这个点子。看似文静的7楼其实是个技术宅，他把纸团塞进一个鼻孔，然后将竖笛插进另一个鼻孔，吹奏出野蜂飞舞，惊艳全场，为大家争取到了整整1天的时间。剩下的人因此更有动力了。5楼的大姐上台展示了她的歌喉，成功赢得了10个小时。6楼的易怒男士表演了徒手劈瓦，获得了15个小时。一直和他不和的2楼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，不过他比6楼多劈了1片瓦，因此获得了额外2小时时间。剩下还没表演的是阿俊、1楼和8楼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阿俊决定迎难而上，选择了接下来的表演。一段尬舞让人难以直视，看得大家都不知所措。但谁能想到，他赢得的时间竟然比5楼美女多了3分钟。阿俊感觉无地自容，不过想到1楼可能更糟，阿俊的尴尬感减轻了许多。谁知1楼也是个隐藏的高手，换上小丑装扮，让阿俊深刻体会了什么是真正的尴尬。精彩的表演结束后，奖励的时间竟达到30小时，这也成了目前个人表演的第1名。现在只剩下8楼还未表演。疯批始终是那个疯批，他的话总是让人大吃一惊，真是个正直的君子。没有多想，直接拒绝了8楼的不合理请求。对于他的拒绝，8楼也没放在心上，很快就把目标转向了别人。当他走到阿俊旁边，阿俊既激动又害羞，他准备尽力去做，
帮助8楼完成表演，但8楼却笑着走开了。最后8楼选择了与6楼一起表演。疯批没有撒谎，他确实非常厉害。仅仅30秒后，他就为团队赢得了奖励时间，69小时的时间真是前所未有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吉利。他的贡献一跃成为第一。第一轮才艺表演结束后，1楼发言，因为不用再爬楼梯，1楼也能凭借才艺赚取时间，所以他不想再存储那些高层的废物。对于1楼的提议，大家表示可以理解，毕竟他现在赚时间的能力很强。接下来是讨论谁来存储那些东西。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用投票决定，选一个收纳赃物的房间。根据刚才的才艺表现，阿俊和4楼最可能被选中，但4楼是个美少女，她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于是4楼开始拉拢队友，他希望大家都投给8楼，因为他不仅赚的最多，房间也最大。经过一番游说，4楼成功说服了1楼、5楼和7楼的阿俊，但6楼也不甘示弱，开始拉拢人马。他向7楼透露，8楼将会支持自己，最终的目标人选正是3楼的阿俊。接下来是正式的匿名投票环节。统计结果显示，前6张票中，阿俊和8楼各得3票，但第7张票是一张弃权票，最后一张票将决定一切。阿俊紧张的快要爆炸。7楼最终公布了投票结果。疯批总是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，总是那么镇定自若，甚至让大家为他的当选鼓掌。阿俊虽未当选，但他很想知道是谁背叛了他。4楼明明已经安排妥当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是他最信任的7楼投了自己，把关键一票投给了他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按计划发展。当4楼想用8楼的房间上厕所时，却被8楼拒之门外。他从未想过要用自己的房间作为厕所，尽管他得到了最多的票。他是个疯子，正常规则怎能约束他？当大家都在抱怨时，疯批优雅地走回自己的房间。他们还不知道，投给8楼的那一票将带来多大的灾难。这个女人是多么幸运，从比赛第一天就选择了最高的楼层。她一跃成为了游戏的 BOSS， 奖金自然是最高的。最关键的是食物和水，这些也是第一个被送到她那里的。当大家投票决定用她的房间当厕所后，这个疯子只是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，然后就回到了他的房间，把传送槽里的所有食物和水统统扣押了。当底层的玩家看到传送下来的空空如也的餐盒，立刻意识到了把8楼选为厕所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。在做出选择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没意识到8楼实际上掌握着他们的生死。2天时间一晃而过，8楼始终没有出门，下面的人都快饿晕了。严重的饥饿已经让5楼的人产生幻觉，再这样下去，饿死2个人都有可能。2楼的人最先受不了，他决定用光所有剩余的时间来结束这场游戏。但他还没来得及行动，1楼的人就抱住了他的腿。他的目标是赚够10亿，现在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1楼还不想放弃游戏，哪怕是饿死自己。和1楼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，阿俊也是这样，他自己欠了9亿，这场游戏是他唯一的机会。最后阿俊站了出来，他决定负责保管其他楼层的排泄物，以此来换取8楼的原谅，让游戏能继续进行。表现不佳的4楼女孩也站了出来，表示愿意和阿俊一起承担这个任务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大家都没有异议，于是派出最聪明的7楼去和8楼谈判。7楼向8楼传达了阿俊和4楼愿意处理废物的决定，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8楼，同时代表大家向8楼道歉。可能是觉得玩够了，那个疯子终于打开了房门。他依旧像条恶毒的蛇，那张小嘴仿佛抹了毒，尽管心里再怎么愤怒，也不敢在疯子面前表现出来，还得乖乖等他做完每天的瑜伽。在这场游戏中，8楼就像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，掌控着大家的生死。这种天壤之别的生活，让他们感觉自己根本不是在玩同一个游戏。阿俊被众星捧月般的站在大厅中，任意消耗着大家共有的时间。其他人不仅不敢反对，还得竭尽所能的讨好他。这种不平等似乎在暗示着什么，只要上位者高兴，他们就能享受到此生最美味的一餐，甚至让阿俊领悟到了一些人生哲理，似乎已经无法做出什么改变了。此后阿俊接手了1楼的工作，每天都要处理传送槽送下来的排泄物。这时他才明白1楼之前的艰辛，明明说好4楼也要分担一半，怎么还有这么多？何况2楼和1楼的2位好心人还说要自己处理那些吃的不多但拉的特别多的人，这让他感到意外。4楼的那位病娇妹子只是嘴上说说，实际上她一点也没帮忙，反而把自己的份也推给了阿俊。玩够了表演才艺，8楼又想出了新的游戏，他提议大家一起玩国王游戏，抽中 K 球成了王，可以命令任意2个玩家做任何事。游戏刚开始还算是挺正常的，不过是牵牵手亲亲脸，但等到疯批成了王，游戏的刺激度立刻上升好几级。随机选中的2楼和6楼要进行较量，
一开始大家都担心2楼，但战斗一开始，结果完全是单方面的。2楼的实力超乎想象，6楼连2楼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正当所有人以为结果已定时，突然出现了转机，正是这一拳触发了2楼以前劈碗的旧伤，这给了6楼一个机会。6楼不是个君子，反而针对2楼的弱点，即便2楼已无还手之力，他也毫不手软，似乎要把刚才挨的打报复10倍。情况看起来要出人命，众人赶紧冲上去制止了6楼。疯批乐坏了，幕后的人也看得很尽兴，大方地奖励了他们30小时。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打架。但4楼为了取悦8楼，满足他扭曲的心理，提出了一个更疯狂的主意：游戏可以恢复正常，但输掉的一方或是拒绝执行命令的一方将接受电击作为惩罚。疯批非常喜欢这个提议，大家也觉得自己不会输，索性就同意了这个提议。幸运似乎总是绕过穷人。新一轮游戏开始，疯批又一次抽到了国王的牌，阿俊和5楼的大姐被选中。这次的游戏颇有些成人色彩，阿俊需要对5楼的姐姐使用龙爪手，而且不能隔着衣服来。阿俊观察后哈哈大笑，手感应该相当不错，但这真的算是幸运吗？对于阿俊这样的正直人来说，这简直是要命。犹豫了一会儿之后，阿俊还是没能施展那个已失传的绝技，作为放弃游戏的惩罚，他得接受电击。本以为会感觉全身酥麻，没想到酥麻过头了。哦，阿俊已经不多的面子这下全无了。不过他的牺牲竟然为大家赢得了60小时的奖励。当阿俊魂归来时，却感到下体一阵冰凉，看到裤子上的痕迹后，阿俊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他发誓再也不想体验那种感觉，就算是2楼来挑战，他也会义无反顾地接受。新一轮又开始了，4楼幸运地被抽到了国王，2楼和6楼再次被选中。这次游戏是猜硬币，猜错的直接接受电击惩罚，低层的总是那么不幸。当4楼展示出硬币后，2楼只好跪上了惩罚台。结果和阿俊一样，成功画出一幅地图。幸运儿永远是别人。8楼又一次成为了国王，倒霉的人依旧没变。那2个之前被电击的怨众又被选中，这次他们要进行耳光比拼，谁先受不了就要接受电击。相互道歉之后，游戏开始。这种游戏最容易激发彼此的仇恨，随着伤害的加重，每一次出手的力度也在增加。阿俊原本觉得宁愿死也要赢得这场游戏，避免再次被电击。但当2楼的第2个耳光落下后，阿俊再也不愿上领奖台。阿俊食言了，那种麻木的感觉又遍布全身，裤子上的湿迹迅速扩大。最关键的是，他没有水来洗，那种味道实在是难以忍受。正当阿俊祈求所有神明保佑，希望自己接下来能有好运，他的房门被敲响，1楼和2楼带来了爆炸性的消息。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一直被暗箱操作，无论是选择国王还是抛硬币，都是被人为操控的。不出所料，当4楼再次作弊时，直接被7楼当场抓住。他事先在国王的球上涂了化妆品，为了让他们能顺利抓到国王。如今他们的小把戏被识破，也是底层人民翻身做主的时候了。果然在第2天的游戏中，1楼率先被选为国王，7楼和8楼被选来玩猜硬币游戏。4楼被抓到把柄后不敢再作弊，所以8楼输了比赛。轮到他接受惩罚时，风梯突然开始出故障，他觉得这种惩罚很无聊，因此拒绝接受惩罚。这提议激起了底层人民的不满，看到底层人民这么想看他出丑，8楼慷慨地表示愿意满足他们。但这一切只是阿俊的幻想。就在7楼要按电击开关的时候，他突然被一脚踢飞。是的，哪有什么公平可言？在高层看来，当事情对自己不利时，那就不再好玩了。6楼借口说给金主爸爸们来点反转，然后在疯狂的笑声中将电棍顶到了7楼的脖子上。底层的人能否改变这不公平的待遇？这是一场残酷的捉迷藏。当刑具被拿出来时，那个名叫 S 核弹的游戏立刻浮现在脑海，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。低楼层的几个人会被随机限制某个身体部位。游戏一开始，他们有10秒钟躲藏时间。6楼扮演追捕者，被他抓到，游戏并不结束，而是要承受他手中带钢钉皮带的抽打。这是阿俊唯一的幸运时刻，嘴里的球并不影响他的行动，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某人的变态趣味，所以阿俊可以自由行动，尽情的选择躲藏地点。1楼因为腿脚不便，双手还被绑了，自然他最先被抓到。5楼大姐也难逃其害，腿被绑住根本跑不了，好在6楼还留有些人性，没用皮带打大姐的脸。2楼的情况就不说了，通常是蒙眼抓人，他却蒙眼逃跑。最倒霉的是被6楼故意吓后，他还下意识反击了一拳，这下麻烦了。在风梯的嘲笑声中，6楼气得冒烟，
幸亏7楼及时出手阻止，不然2楼可能真的被打死。即便如此，游戏还是没有结束。作为胜者的阿俊开始对失败者进行惩罚，他要蒙上眼睛，原地转10圈，然后随即用球棒猛击跪地的3人，一棒下去血花四溅，差不多要人命。这个疯狂的游戏是7楼出的主意，自从被6楼电晕后，他就被带到了8楼的房间。现状是8楼掌握大权，6楼当刽子手，2人联手，底层玩家根本翻不了身。他一直想要的和平等，这2个人都不感冒，按照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，7楼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这也是因为他所在的楼层比较特殊，一旦他决定破罐破摔，其他人基本上也别想好过。在风楼的提议下，7楼开发了这个游戏，让低层通过游戏转换时间。为防止底层暴动和购买武器，他们房间里的购物电话都被砸了，大厅的购物电话也上了锁。这4个可怜人每天必须赚够24小时，这样他们才能换得买食物的金币。但即便是发放金币，7楼也把它玩的花样百出。每次游戏结束，他们4个能得到9枚金币，这不是个固定数，且他们不能商量，需自己写下想要的金币数。如果4人写的总数超过9枚，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。这对阿俊来说简直是折磨，抓耳挠腮的苦思冥想，最后大义凛然地写下了一个数字。善良的阿俊只为保住那点微薄的保障，底层人民真没让人失望。除了阿俊，其他人也没多说，纷纷写下了2枚金币。虽然吃了点小亏，但也保住了基本的吃喝。第2天，新一轮游戏开始，再次开始。这次游戏是问答和猜题。几轮问答后，阿俊渐渐把握了关键。就在他准备提交答案时，心里突然一动，何不把这次获胜的机会让给2楼？凭他的实力，如果拿起棒球棍反击，或许真的能扭转乾坤。1楼很快就明白了阿俊的意图，在他们故意让步的情况下，2楼成功地回答了正确答案。当2楼握着棒球棍的时候，阿俊那期待的眼神几乎要溢出来了。结果你被淹死了。所以说平时别做白日梦，这种习惯真的不好。不幸的是，当阿俊从幻想中醒来时，2楼手中的棒球棍正好打在了他的额头上。2楼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能通过声音定位的高手，结果被糊弄了，他的武功也废了大半。更加悲剧的是，这一轮在填写金币数量时，4个倒霉蛋总共只填了10枚，这意味着在这轮游戏中他们一无所获。然而这一次，4个人异常默契地选择了抗争，这就是走投无路时的反弹。当被压迫到什么都没有时，反抗就会变得异常激烈，这也是上位者最害怕的。不过打破这种反抗很简单，只需要让他们内部产生分裂。聪明的7楼马上拿出1枚金币，作为第一个回到房间的奖励。这样的诱惑显然还不够打动他们，4个人还是咬牙坚持，希望能争取到更多利益。看到4个人不为所动，7楼直接把筹码提高到了10枚。这一下终于有人忍不住了。在其他3人还在犹豫的时候，5楼的大姐直接站了出来，拿走了那10枚金币。当集中的力量被分散后，他们就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力量。回到房间的阿俊还在痛苦地思考，如何才能熬过这种地狱般的生活。突然他发现了1楼藏在他身上的纸条，依照1楼的提示，阿俊藏身于传送草中，顺利抵达了1楼的房间。3个人密谋后决定奋力反击，这让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动力。他们在接下来的游戏中表现得更加卖力，一边赚金币一边休养生息。顶层的人过得太滋润了，他们中有女王，还有打手和谋士，最重要的是还有阿谀奉承的人，小日子过得异常惬意。就在这一天，底层人民的反抗爆发了。1楼用胃痛做诱饵，成功吸引了上层几个人的注意，但他们也不是毫无防备。当6楼走进1楼的房间时，立刻就识破了他们的小把戏，一场激烈的战斗随之爆发。是的，发生了。当阿俊看到对方手中的电击枪，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反抗宣告失败。但当6楼接过电击枪之后，事态却突然发生了逆转。原来7楼在不被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取走了电击枪的电池。这下底层人民真正翻身了。女人跪在地上，祈求面前的帅哥帮她挠挠痒。看在他如此真诚的恳求下，帅哥就勉强答应了。好吧，这又是阿俊的幻想。8楼的头目最终被制服，看着阿俊那副样子，不知为何我真的很担心他。他们击败6楼之后，几个上层的人就被控制起来了，底层的人民还保持着基本的人性。尽管他们以前被压迫得很厉害，但他们始终做不到和高层一样的事，只是把他们控制起来而已。之前那些折磨人的变态游戏都是7楼想出来的，因为他在反抗战中立了大功，再次被底层人民视为自己人。这场革命也让幕后的金主爸爸很开心，因此奖励了很多时间。经过大家商量，原本属于高层的房间，特别是8楼的，将不再是私人空间，变成了所有人都能进的公共区域。
当他们再次上到8楼时，心情非常复杂。想想自己过去的生活，再看看顶层的生活，感觉他们就是个笑话。那些苦日子也终于过去了。从此以后，大家都能安心享受剩下的时光。看着8楼浴缸里的水，1楼也不介意，那些是别人用过的洗澡水，平时连洗漱都难，更别说喝水了。2楼和5楼的人在8楼的桌上发现了高级玩具，那震动强烈，拿在手里只感觉酥酥麻麻的。他们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好奇地探索着所有未知的东西。看到8楼的奖金后，心里的打击真是难以言表。8楼的累计奖金快要破220亿韩元了。革命胜利之后，一切都变了，他们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，美美的享受一餐。可是吃着吃着，他们觉得缺点什么。这时如果能来点酒精饮料，那就再合适不过了。5楼大姐立马说，她当护士时学过怎么制酒精，经过一番实验，他们真的弄出了点低度酒。大家都陶醉在那熟悉的味道中，久久不能忘怀。晚饭后，大家开始讨论是留是走。1楼说只要赚够10亿就走，可以立即结束。2楼说他可以补上1楼缺的那部分，他已经想离开这个地方了，这里给他留下的都是不好的记忆。大家都同意他的提议，决定享受剩下的时间。接下来的几天是他们最轻松的日子，被控制的高层也被好好照顾。5楼大姐还会贴心的帮他们换尿布。只剩下最后9小时，大家聚在一起道别，只等明天醒来就能结束一切。每一层的奖金也将终止。到了明天，他们的奖金我已转成人民币，方便大家脑补。真是见鬼的事情！大厅的游戏计时器突然疯狂地增长。第二天看到游戏时间激增，他们感到毛骨悚然。之前受重伤才增加了24小时，这次又是什么极端的事情发生了？只有做了什么难以想象的事，时间才会增加这么多。现在很明显，他们中肯定有人做了不得了的事，否则游戏时间不会无故增长。他们立刻开始调查每一个被控制的人，甚至把他们翻了个底朝天，但仍旧找不到任何异常。最终他们一致认为，肯定是他们中有人做了什么，但目前还无法确定是谁在背后搞鬼。更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，被消耗的时间再次疯狂地增长。4楼发生了事情，4楼的女孩也在适时的尖叫。当众人冲到4楼，只见她嘴角满是血迹，那颗可爱的小虎牙竟然被人生生拔掉。受到4楼女孩的刺激，阿俊突然变得像侦探柯南一样敏锐。既然今天有人受害，那么昨天肯定也有类似事件。最可能的情况是，他们没找到受害人的伤口。想到这里，阿俊立刻召集大家一起去了6楼的房间。果不其然，当阿俊脱下6楼的鞋子，发现他的脚趾甲全被拔掉了。6楼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对他，他反讽说，肯定是有人不想让游戏结束，但他们却没有任何证据。2楼想出了一个万不得已的办法，既然凶手不是他，那凶手肯定在剩下的人中，只要限制他们的行动，就能安静的等游戏结束。2楼还是信任5楼的大姐，让她负责照顾上层的人。这个方法看起来挺稳妥，但真的能顺利结束游戏吗？当5楼再次给上层的人送饭时，看到他们凄惨的样子，他的同情心让他难以自持。他去找2楼，希望在游戏最后阶段能解除对他们的控制。2楼也不想那么残忍，但为了防止意外，只能压抑内心的愧疚。但5楼受不了了，愧疚感让他几乎崩溃，甚至开始出现幻觉，幻觉频繁出现，难以自控，他的思绪完全混乱，语无伦次。他自言自语，你们看这。他甚至开始用幻觉给自己洗脑。4楼和8楼已经被释放，6楼自然也可以释放。在幻觉的驱使下，他硬着头皮去了6楼的房间。6楼听到4楼和8楼被放了后，非常吃惊，但还是配合他的情绪。6楼立刻说2楼刚来过，也说要放开他。然后6楼开始卖惨，提到自己的指甲都被拔了，被绑这么久，血都不流通了，自己的脚趾都快坏死了。对5楼的人就是一通忽悠，偏偏遇到个心慈手软的女人，他特别吃这一套。他压根没想过这个恶棍以前是怎么对他的。按这趋势发展下去，事情很可能会再次发生逆转。这女人心理扭曲到了极点，简直是病态。看着别人受虐的影像，她竟然能高兴到极点。为了让自己更满足，她甚至还想加重虐待。5楼大姐一发善心，解开了6楼的束缚。革命成功的底层人民又回到了地狱般的生活。上层的人可没他们那么简单，不只是简单的束缚，更别提6楼还被拔了指甲。怨恨让他恨不得杀人。为了审问是谁下的手，6楼在购物大厅买了把左轮手枪，他打算玩一局俄罗斯轮盘。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，毕竟现在也没有证据。不承认后果很简单，如果你够幸运，或许能逃过一劫。手枪首先对准了2楼，因为他和6楼的仇最深。2楼是个敢作敢为的女强人，
如果是他干的，绝对不会躲躲藏藏。2楼幸运的逃过一劫，但6楼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他。殴打的场面不可避免的来了。轮到7楼了，他既没反驳也没认错，结果子弹正好打中了他。这场血腥的戏码让疯批兴奋的飞起。下一个是1楼，他原本就瘸了一条腿，现在6楼又瞄准了他的另一条腿。尽管极度恐惧，1楼还是没承认自己动了手。就在6楼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，阿俊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到了找出真凶的方法。游戏场所到处都有摄像头，他们的房间也不例外，只要花钱买下背后金主的录像，就能查清楚是谁下的手。这个提议正合疯批的意，他立刻表示愿意用奖金买录像。然后他带着6楼回房购买录像。当录像中那个神秘人露面时，真相也随之大白。果不其然，是1楼搞的鬼。他不想结束这场游戏，所以才拔了4楼的牙齿和6楼的指甲。一方面是为了延长游戏时间，另一方面也有报复的心理。这个表面看似老实的大叔，内心竟然这么阴暗。不止这些，他还在6楼嘴里尿了一泡。这激烈的一幕，连疯批都要换衣服了。6楼怎能忍受，立即想要杀人泄愤。正当他拿起枪准备动手时，意外又一次发生了。他一摔竟摔断了腰椎，他的后半生能否再站起来都成了疑问。疯批之所以出手，全是因为他还不想结束这场游戏。一旦游戏中有人死亡，游戏就得立刻终止。他清楚地记得所有规则，背后的金主更是喜欢这种戏剧性的转折，所以游戏时间就不断延长。此后疯批完全掌控了游戏，所有武器都控制在他手上，能威胁到他的也都被制服了。5楼的大姐也因为6楼的欺骗心里崩溃了，她整天像丢了魂似的，只是机械式的照顾着被控制的人。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心理需求，疯批想出了一种更残忍的惩罚。他命令4楼和5楼在别人脖子上套上玻璃容器，然后用手术钳撑开他们的眼睛，再往容器里注入一定量的水。这样一台极端残忍的惩罚机器就诞生了。疯批把它美其名曰称它为锻炼意志的神器，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受害者睡觉。当他们实在撑不下去，试图不闭眼进入睡眠状态时，就会发生这种情况。长期这样会让人精神崩溃，最终变成精神病患者。疯批甚至为自己的发明感动得哭了。为了平复自己的激动心情，他决定买个新包。买包的时候还带回了一只小狗，因此4楼的妹子不知不觉中多了一个竞争对手，而且他还得负责清理狗狗的排泄物。尽管他内心极其不愿意，但他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。在再次喂食那几个被控制的人时，事情似乎又起了变故。长期的折磨最终让1楼崩溃了，他借此机会透露了心底深藏的秘密。这个提议立刻打动了4楼。原来1楼刚来那天，4楼就察觉到了这个秘密。当他看到自己房间的奖金每分钟增加1万元，他看着手中的号码牌，立刻意识到奖金增加的比例与房间号有关。他便打电话询问是否能换房，结果售货机上真的出现了选项，换房的价格是10亿。这就是他拼命想赚够10亿的理由。他想用这10亿换到8楼，以此获得更多奖金。但现在因为他的贪婪，大家又一次陷入困境。4楼没能抵抗这诱惑，同意帮助他们摆脱8楼的控制。但他们真的能成功反击吗？当那位女士端出手术托盘时，我就知道接下来会有大事发生。在男人恐惧的目光中，他慢慢戴上了手术手套，用熟练的技巧切断了男人的一条腿。这是他帮助4楼反抗8楼的条件。对那些敢欺骗他的男人，他要求将他们变成姐妹。从那天起，自从1楼透露出可以换房的消息后，4楼的女生就开始策划反叛。他利用喂食的机会，向几个被控制的人分享了自己的想法。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全票通过。救人后让他选8楼什么的，分给他点奖金完全没问题。这种比死还难受的折磨，早就让他们快崩溃了。现在让他们学狗叫，估计没人会犹豫。8楼也挺小心的，左轮手枪一直带在身边，只有洗澡的时候才会放下。但4楼的妹子胆子太小，不敢去夺枪反抗，于是他又想了个新计划。计划里5楼的大姐很关键。自从被6楼骗了之后，他整个人都恍惚了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为了让他走出自责，4楼妹子陪伴了他很多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让5楼大姐恢复了，脱离了那种状态。当疯批再次开始每天高尔夫后，他们迎来了救人的机会。不得不说，4楼这小舔狗做得真细致，连神经不正常的疯批都被他哄得飘飘欲仙。与此同时，5楼也开始了救人行动。底层这几个真受罪，连续几天不睡觉，没当场猝死，真是命大。就在5楼继续往下赶的时候，一只真正的小狗突然狂吠起来。说真的，这小东西还挺有用的。小狗的叫声已经让疯批开始怀疑，不过幸好
5楼的营救行动已经完成了大半，现在只剩7楼还未获救。就在这时，那小家伙竟然跑向楼上去了。只见疯批紧追不舍地追上楼去，4楼只得开始假装呼救，无人理睬。疯批甚至连多看一眼都没有，这也间接显示了他在疯批心中的微不足道，甚至不如那小家伙。疯批即将抵达战场，他们只好暂时躲进了6楼的房间，跟随小狗的指引，疯批最终停在了6楼的门外。底层人民再次摆脱了掌控，这次绝对不会再有意外发生。按照之前的计划，他们开始进行房间调换。4楼如愿以偿地选择了8楼，1楼选择与6楼交换。其他人对现状感到满意，没有人再提出换房间的要求。1楼拨打了房间里的购物服务电话，表达了购买换房服务的意愿。计费器上立刻显示出了10亿的金额，毫不犹豫，1楼果断递下了购买指令。随着金额的扣除，传送槽里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信封。但当1楼看完信封里的内容后，几乎要瘫倒在地。他发现自己花掉的10亿，只是用来购买了一份换房说明书。真正的换房价格在说明书里标明，购买1楼房间需要100亿，2楼需要200亿，价格按楼层递增。8楼的价格居然高达3400亿。看到这个数字，大家都傻眼了。他们的命运似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。虽然高层有能力买下1楼的房间，但这种事只有傻瓜才会做。这一刻，1楼彻底崩溃。他的贪心导致了一切的失败。如果他诚实的拿着这10亿离开，他其实已经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了。现在所有积累的奖金都花光了，他好像白白受了这么多天的苦。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最聪明的7楼，但连他也无法左右背后的金主。最终是2楼站出来了，他说等大家都出去后，可以一起凑钱帮1楼。大家都同意了2楼的建议，他们现在只想尽快结束这场游戏，但唯独1楼不同意。1楼彻底拒绝了2楼的提议。他之所以不同意，很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巨大波动，加上长时间不睡觉，思维已经混乱。他可能还在梦想着赚够3400亿，买下8楼的房间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疯批非常兴奋，他很是高兴，背后的金主也自然高兴，对奖励的发放也毫不吝啬。在所有人被控制之后，1楼开始了独自转动时间的旅程。作为一名马戏演员，他的才艺还是很多的。随着滑轮的转动，1楼被提升到了10几米高的空中，他将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表演走钢丝。看着那摇摇晃晃的绳子，下面的人都吓坏了。1楼义无反顾地走了。尽管已经这样了，那个疯子还不打算结束这场表演。不过这的确也给他赢得了不少游戏时间。更狠的还在后头，他竟然在没有平衡杆的帮助下徒手走上绳索。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意识到1楼根本不是为了表演，他是真的在找死。最终1楼放开了手中的绳子，在最后的瞬间，他硬撑着站了起来，向大家做了最后的告别。熊熊的烈火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。当他们挣脱束缚，1楼已经即将走进灯窟，大家都在拼命想办法，希望能救回他的性命。阿俊最聪明，他跑到购物电话那边，希望通过买东西消耗时间，以此结束游戏。然而背后的金主爸爸显然很享受，不仅没卖给他东西，反而给了他们无限的时间。越是危机时刻，阿俊就越显聪明。既然你们想让我们继续玩，那我就打破你们的期望。阿俊从1楼身上拿下枪，然后瞄准了大厅内的摄像头。这个逻辑是正确的。当游戏背后的金主爸爸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他自然会结束这场残忍的闹剧。当阿俊摧毁了最后一个摄像头，那扇紧闭的大门终于开启了。游戏至此结束，1楼最终还是没能救出馆。不过主办方还是遵守了承诺，所有人的奖金都如数发放。阿俊用这笔奖金为1楼举办了葬礼。阿俊通过城市广告牌公布了1楼葬礼的地点。毕竟韩国地方不大，2楼、4楼和5楼都按照广告牌指示赶到了葬礼现场，7楼没来。但据阿俊所知，7楼早就去过1楼家，还给了1楼青雨一大笔钱，6楼也没来。之前的事情太过分了，不过他们也送了份子钱。8楼也没有出现，不是他不想来，而是出门就碰上了风波。这家伙竟然雇了挖掘机，把一个不认同他的美术馆推平了，也因此他不仅赔光了所有奖金，还被送进了监狱。葬礼结束之后，也到了大家告别的时刻，他们还是没有互相介绍。国家不大，缘分到了自然会再见。这部影片也即将画上句号。有了奖金的支持，7号终于可以重新追逐自己的导演梦。他拿出的新剧本正是第8秀。剧本让投资人非常满意，但他好奇地问，这剧本简直就像某人的真实经历。虽然故事是虚构的，但故事里的人物不是恰好反映了韩国的阶级现实吗？站在顶层的财阀政客总是压榨那些底层百姓，而底层人民真的能反抗这种不公吗？他们的小聪明和小贪心，在顶层大佬眼中不过是场笑话。